中国最昂贵的烂尾建筑。当你走在路上，是否曾留意过，有的水泥建筑许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像是这座城市留下的疤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谈资和另类的路标。这就是烂尾建筑。每个这样的建筑都藏着曾经的名利斗争、复杂难言的情绪、最初的美好远景和人们最美的期望。本期视频中要介绍的是中国最昂贵的10大烂尾建筑，这些建筑很可能会让你觉得惊叹，又或是惋惜。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吧。第10位，澳洲山庄。1997年，澳洲山庄刚开盘时可谓轰动，当时属于广州市中心的五羊新城，新房价格是3000到4000元每平米，但距离市中心有近1个小时车程的澳洲山庄也卖到了这个价格。根据资料显示，澳洲山庄打出20年免息分期付款，首期 3.8 万元，月供480元的诱人广告，价格优势加上引人的宜居环境，使得买房的人蜂拥而至。有的业主全款买下一套，用来给父母养老；有的业主四处借款凑齐首付，跟银行按揭，至今还在还月供。然而谁都没想到，这座山庄却能烂尾长达25年，成为了广州楼市甚至是这座城市的伤疤。20多年来，这里从人声鼎沸变成荒草丛生的鬼城，巨大的社区，上千亩的土地上就住着20多户年老的业主。平时看不见一个人影，楼栋年久失修，藤蔓爬满了房子，毒蛇和虫蚁经常在来往的过道上穿行，水电总是莫名其妙的断掉。如果想去购物，最近的超市需要徒步5公里，刚开始几年还有大巴通车，现在只剩下漫长的山路。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心有不甘的独居老人，他们不愿意看着自己的毕生心血就这么搭进去，倔强地留在这里。有的业主一咬牙狠心，就当自己没有买过这个房子，再也回来过；有的业主一时想不开，跳了江；还有的业主短短几年上访了上百次。实际上，澳洲山庄已建成的楼房为292栋，其中封顶225栋，其余为在建或者烂尾的工程。虽然大部分建好了，但是因工程、规划、消防等验收工作无法完成，所以业主连房产证都无法办理。业主住在这里，连安全问题都得不到保障。曾经只有10名保安，小偷都是开着车来的，偷东西像搬家一样，如入无人之境。一开始是会计卷款导致楼盘资金断裂烂尾，后来其中一些地块被转卖给另一个开发商，这部分面积的业主，他们的房子变成了无土之房，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第9位，长沙天空城市。长沙天空城市也叫做望远大厦，是一座位于长沙市望远区规划建设的摩天大楼，计划中将建造838米，共计地上202层，地下6层，超越迪拜哈利法塔，成为世界第1高楼。项目净占地30亩，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总投资52.5亿元人民币。当年甚至已经将建成之后每层楼的用途给想好了。项目的1到5层为中小学、托儿所、敬老院、保健医院，6到15层为写字楼，再往上是不同级别的公寓、顶级酒店和高空餐厅，还将打造86400平方米立体有机农场和8000平方米的露天空中花园等。据建造商远大集团称，天空城市采用绝对对称式金字塔造型，结构极其稳固，再加上成熟的树筒结构及卢森堡巨型 H 钢，可确保建筑9度地震不倒。建筑所有钢柱被耐火板包裹，经过数百项强度试验、耐火试验，可耐烧3小时以上。同时经过国内外3家研究所的风洞试验，并通过中国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评审。虽然设想如此丰富，但是现实却十分的残酷。这栋建筑2013年开始动工，但是动工后没多久就失去了音讯，甚至一直没有再开工的迹象。而烂尾的原因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因为高度问题，建成后的危险系数相对较高，倘若发生火灾，消防云梯和直升机都没有办法进行救援，只能依靠建筑自身的防火防灾功能。也有人说，天空城市的场地平整和水、电、路的铺设都已完成，只等政府下放相关文件，但因迟迟未等到便私自动工，而触犯了法律。也有传闻专家认为，迪拜的哈利法塔用了整整5年才建好，而远大集团却想用90天完成整个建造，
建造的材料价格每平米$1500，也仅为哈利法塔的1/10，这样的建筑太不靠谱。不论真相是什么，如今这一工程仅留下了30多亩的水坑以及一些施工机械。很多路过这里的市民都觉得这里很冷清，就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工程。第8位，淮南至高神州游乐园。淮南至高神州游乐园地处安徽淮南市，2010年3月由知名企业至高集团投资60亿元打造，1200亩的土地规划将其打造为一座超大型动漫文化产业地，并集科技文化、动漫、休闲、度假为一体。园区境内极具奇异景观，共有8大主题区域，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国内外先进技术的游乐设施，像亚洲首创悬挂式岛屿过山车、亚洲最高山体摩天轮、世界落差最大激流勇进等，都是景区最大的亮点。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座大型景区，却在2013年12月因为涉嫌违规用地而造成停工，一直烂尾至今，无人接盘。当地人开玩笑说，这里本该是黄山、九华山之后的安徽旅游第3大胜地，现在却只剩下长满杂草的大门，成为野猫和野狗的家园。那座号称亚洲最高的山体摩天轮淮南之眼，经过10多年日晒雨淋，早已满是铁锈，占地面积比故宫还大，却一天都没有开业，开发商最后还被判了刑，这也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笑话。第7位，湖南江南古城。湖南江南古城位于湖南省益阳市，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相邻近，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是一座集旅游、居住、购物、商务、娱乐、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5A 级标准景区。该古城占用土地面积足有2000亩，堪称一座超大型景区。按照乌镇、南浔古镇的样子建造的，如果能如期修建好，想必在湖南境内也算是一张有力的旅游名片。当时开发商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仿佛看到这片区域的巨大发展潜力，因而迅速购置下这块地皮。紧接着斥资110亿元，计划尽快完成该景区的修建。在建造初始过程中，开发商尽心竭力，亲力亲为，争取按照预定期限保质保量的顺利完工。不曾料想，由于开发商对于工程总消耗预估不足，使得江南古城在初具规模之际，却突然传出资金链条断裂的消息。在此关键时期，开发商曾想过其他许多办法进行补救，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最后在无奈之下宣布工程烂尾。在江南古城项目搁浅之后，一直没有适合的开发商予以接盘。现在的江南古镇内一片死寂，除了杂草和鸟类，估计没有其他生物愿意接近这里，远远的看过去还有些瘆人，如同恐怖电影中的鬼城一般。第6位，上海黄金置地大厦。上海黄金置地大厦是上海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恐怕也是地理位置最好的烂尾楼。在地图上搜索该建筑，仍然显示在建设当中，而实际上黄金置地大厦这块地卖出去已经足有23年之久。1999年，印尼富商王恒兴旗下的一家公司以3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块地皮，可以说当时的浦东是以超低的价格出让了这块位置极佳的土地。在2004年的时候，这座大厦开始修建，当时投资了8亿元进行建设，原定于2008年就可以完工开放，但是由于几任开发商的资金断裂，导致了这栋大楼一直烂尾至今。在上海最繁华的核心商业区陆家嘴，这座大厦成为了最烫手的烂尾楼。政府曾多次对这栋大楼进行拍卖，拍卖的价格从170亿一直降到了70亿，但依然卖不出去。如今的黄金置地大厦旁边布满了瓦砾和沉积多年的建筑垃圾，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与旁边的上海中心大厦、经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陆家嘴3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真是过于讽刺。第5位，上海五角世贸商城。美国的五角大楼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它是美国的政府拥有的办公大楼，是用来维护美国家各方面安全的政府执行机构。它位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行政管理中心。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国上海也有一座五角大楼，它就是上海五角世贸商城。这座仿照五角大楼的建筑于2003年启动建设，依靠美国五角大楼的名号与庞大的占地面积和营销出来的强大用途博取大众的眼球。在2009年接近完工，总建筑面积达50万平方米，被叫做五角世贸商城。你想想，2003年在浦东惠南，一个50万方约等于750亩，
的商业综合体得有多震撼。即便是现在上海最大的单体商业建筑南翔印象城，也仅仅只有34万方，约508亩。因此，上海五角世贸商城建成就是上海最大体量的超级商业综合体，也是当时的上海之最，上海最大的商贸中心。虽然有诸多殊荣，但是在建成之后，这里就因为各种问题一直都没有被投入使用。当初的五角世贸商城规划定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贸易综合体，后来又规划为韩国城，现在最新的故事版本是将作为一个农产品的交易中心。但不管是作为哪一种商业定位，这个商贸城2009年建成后，内部大部分商铺却一直闲置，仅有的几家商铺也迅速倒闭，仅有一家酒店式公寓在营业。300多亿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使之成了一栋废墟建筑。第4位，香山游艇会。说到厦门，很多人会想起厦门是一座城在海里，海在城中心的海上花园大城市。而就是在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边上，却隐藏着一片豪华的水上别墅，无人居住，烂尾近10年。厦门香山游艇项目位于厦门岛东部的香山避风坞，地处滨海旅游观光区，坐拥风光旖旎的海滩，与小金门岛隔海相望。多家媒体曾报道称，其将打造成为亚洲最大游艇会，东方游艇生活之都。项目规划70多万平方米，共配有952个游艇停车位和8栋商业服务会馆，以及157栋水上别墅。2005年以来，香山游艇项目就一直在填海造陆，至2008年才将海域填平工作完成。期间，该项目不断重复着建造停工再复工的经历。就这样过去了16年，与该项目相关的金融机构、项目方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如今的估值已经达到300亿人民币，不知道它的未来是否会有人接手，又或是一直烂尾在厦门最美的海边。第3位，水丝楼。看着下面这段画面，你一定会忍不住发出哇塞的感慨。它确实很壮观，甚至还申报了3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世界最高水族、布依族、苗族民族元素建筑、世界最大牌楼。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厉害的头衔，他最厉害的头衔是中国最贵烂尾楼。这个本该成为当地最具标志性的宏大建筑，曾一度被大家称为贵州的布达拉宫，甚至还被当成镇县之宝。可惜的是，如今的它被当成反面教材频频提及，甚至还上榜了中国10大丑陋建筑。这个建筑叫做水丝楼，本名水丝府堂，号称天下第一水丝楼，坐落在贵州省独山县。水丝楼于2016年9月开工兴建，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楼高99.9米，外墙使用琉璃陶，色彩丰富，充满韵味。从底部往上看，蔚为壮观，其规模之大，气势之雄伟，让人感叹。本来的建筑设想是把它建造成一个全木质框架榫卯结构建筑，也就是说，整个建筑过程不使用一颗螺丝钉，全部采用中国传统木工的卡榫手法。不过，光靠木质结构不可能支撑起99.9米的建筑高度和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重量，所以最终的实施方案是在钢筋水泥的框架结构基础上加装大量木质骨件体。可能从这一步开始，就注定了水丝楼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幻泡沫。建造这个建筑物的县城独山县，直到2020年3月3日才脱离贫困县的称号。据媒体报道，独山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只有10亿元左右。然而就是这样的县城，却花了2亿元建造这个世界级地标。但只花费了2亿元建造的烂尾楼，为何能排名第3呢？因为这只是独山县建造的世界级地标之一。只有1个街道和8个乡镇的独山县，为了建造世界级地标，借了400亿债务打造景观。5步一烂楼，10步一烂亭，去过独山县的人都会用震惊来形容它。县城花费22亿打造山寨版故宫无脸古国，和北京故宫还真有几分相似。县城还计划投资120亿打造独山传奇梦之都影视城项目，体量是浙江横店影视城的2倍。这座当时国内规划面积最大影视城项目，一度被视为独山县的文旅标杆。这400多亿元，现在想想，本能用来做多少事情？第2位，天津高银117大厦。这座结构117层，设计高度596.5米，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摩天大楼，是目前全世界除了迪拜哈利法塔之外的全球第2高，也是目前中国结构高度最高的摩天大楼。天津高银117大厦
由高银集团投资700亿元巨资修建。整个项目由一栋结构高度596.5米高的主塔楼和3栋超300米的副塔楼，以及配套豪华别墅群、高档公寓、顶奢商场、高端超5星酒店和天津环亚马球运动主题公园组成。这么奢华的一个项目，放眼全中国，目前也找不出来第二个。源自香港的高银集团原本想借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建设，在中国大陆狂赚一笔钱，但从2008年开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5个年头，但仍然没有完工。这座大厦几乎经历了所有危机，缺资金、停工、限高、转让、复工又停工，甚至面临着烂尾的结局。在这15年的时间里，上海中心大厦、深圳平安大厦、广州东塔、北京中国尊相继竣工，只有天津高银117大厦进度缓慢。停摆中的高银117大厦成为全球投资最多、耗时最久、单体结构最高的烂尾工程。第一位，鹅庞宫。要说中国最大、最出名、最贵的烂尾楼，一定非2000年前的天下第一宫阿房宫莫属。经考古学家考察，项羽当年并没有烧掉阿房宫，被烧毁的其实是秦朝的咸阳宫，而阿房宫根本就没有被烧毁的痕迹。都知道秦始皇的4大工程有长城、秦始皇陵、秦直道、阿房宫，每一个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瑰宝。在2003年之前，阿房宫每日的门票收入就已经有50万了。在1994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列为了世界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一个，也是世界奇迹之一。为什么要说阿房宫是烂尾楼呢？因为它在秦朝灭国以后都还没竣工。当年秦始皇东巡途中病逝，这个工程也就停了下来。秦二世胡亥将这里的工人都赶去骊山修建秦始皇陵，后来不管是时势还是财力物力，都不允许秦朝再继续建造这个宫殿了，只能作罢。倘若当年阿房宫建成，会价值多少钱呢？拿同一时期修建的秦长城进行对比，修建长城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而且有数百万人参与这项工程。根据史料记载，秦长城总长14000里，高度有5米，按现在的造价算，高达6000亿人民币。对比秦长城，阿房宫肯定要更为精致和昂贵。若与现在的北京故宫对比，北京现在的地价约 2.7 万美金每平方米，故宫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所以故宫光地价就达到了196亿美金。如果算上文物艺术品和建筑的估值约500亿美金，那么北京故宫的总估值应达到了696亿美金。而阿房宫占地面积15平方千米，大约是故宫的20倍，其中的珍奇异宝更是秦始皇统一6国，从6个国家的国库中收集而来，所以阿房宫存世的话，估值应该超过13920亿美金，真的让人叹为观止。2000年过去，未建成的阿房宫作为千古第一烂尾楼，仍然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如果当年真的建造完成，秦朝一定也会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快速走向灭亡。本期视频中，这些来自中国耗资不菲的烂尾工程，是否颠覆了您的想象呢？原来花费巨大财富建造的工程，也有无法建成的可能。如果这些烂尾工程完工了，您是否会感到惊叹，甚至愿意前往旅行探索一番呢？又或者你还知道哪些中国昂贵的烂尾建筑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